关前提醒：本期微信冷门知识过于邪门，可能连微信官方人员都不知道，建议收藏或缓存下来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微信有一个隐藏接口，可以强制打开别人的资料页，并且加好友，几乎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。比如我的账号 A 和账号 B 两个账号没有好友关系，账号 A 关闭掉所有加好友的方式，直接搜索微信号会搜不到。这个时候在微信里输入这串代码，中间替换成对方的微信号，然后发送给任意好友或者文件传输助手，会发现它可以点击，点开后就能强制打开对方的资料页，并且添加好友了。这个接口已经存在了很久，3年前曾经被修复过一次，目前使用起来有一些限制。如果你和对方曾经是好友且没有被拉黑，对方就能收到你的申请。如果你之前和对方不是好友，那么好友申请会被屏蔽，对方无法看到。发过朋友圈的都知道，图片画质会被压缩得很惨，模糊一片。但其实微信当年开放过一个高清画质的隐藏接口，可能已经被官方遗忘了。如果一张图的画面比例为1:2，发出去就是高清的。比如这张图，我在相册里把它剪裁成9:18，发送到朋友圈，没有调整比例之前的同一张图 2.65 兆被压缩为了 294K， 不堪入目。而调整过的图 2.47 兆压缩后还有 0.94， 要高清很多。微信中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聊天，并且和直接加好友聊天体验差不多。比如这3张截图就来自3个界面，分别是好友、订阅号和视频号。所以如果2个人想要在微信上偷偷联系且不被发现，就可以通过订阅号和视频号来完成。这样即使其他人查你微信也很难找到。微信可以防止被拉黑，只需要拿到对方手机，打开青少年模式，并把自己设置成监护人，他就没有办法拉黑你了。微信运动的步数除了从手机获取，还可以从第三方渠道同步过来，比如说从 Apple Watch 同步，从乐心健康同步，从 Zip Life 同步。而乐心、Zip 这些软件的步数是可以通过接口修改的。拿 Zip 举例，只需要在设置的第三方接入中绑定微信，然后去网上搜 Zip 步数修改，就能找到很多工具，这样就可以自定微信步数了。微信的地区只能设置到某个具体省市，但如果你在安卓手机上用虚拟定位， iPhone 上用爱思助手把地址修改为经度123、纬度34附近的地址，然后再修改账号资料，就发现被定位到了中国，并且没有省市。微信有一个文件传输助手网页版，在登录电脑微信时，点击仅传输文件或浏览器搜索文件传输助手网页版，就能找到它。当你临时使用某台电脑传文件，比如在打印店时，使用它不会留下任何痕迹。微信其实还有一个网页版本，不过权限在逐步收紧。如果你直接使用，会提示登录失败，但如果你去 GitHub 上下载一个叫 WeChat Web 的浏览器插件，它就可以正常使用了。用完直接关掉，不会占用任何的磁盘空间，真正的小而美。微信的数据库可以解密，并把聊天记录导出成文档或者网页。iOS 和 Windows 都有现成的工具，小白也能一键操作。具体可以看我以前的视频。安卓版本比较麻烦，不建议折腾。Windows 微信的图片会自动保存为 DAT 格式，并且是加密的，但也有一个叫 WX-DAT Viewer 的工具，可以一键把它们解密。还有一个刚刚归档的开源软件 WX Auto EXLM， 不但可以解密，还能自动备份。在微信上发送 APK 格式的安装包会被自动加上.1的后缀，不能直接安装，但有很多 APK .1的安装器，通过它们打开安装包就可以安装了。有需要的可以试试前段时间开源的 APK .1 Installer。微信支持手机和平板同时登录，但却不能2台手机同时登录。不过如果你把其中1台手机伪装成平板，就可以在2台手机上登录同一个微信了。安卓版的教程我之前发过，可以到我主页看。苹果也可以通过自清软件来解决，感兴趣的可以自行了解，或者弹幕评论发一下感兴趣。如果想要的人多，后边我会看情况进行分享。在微信里可以直接玩腾讯的手游，只需要打开腾讯先锋小程序，就能在线玩各种游戏了。这次微信 OS 实锤，不过实际体验一般。微信有一个叫 AI 赋诗的功能，长按图片搜一搜，就有一定概率触发。比如我这种船的图片，就能搜出来一堆关于船的诗，但这并没有什么用。不喜欢的微信群可以在资料页折叠掉，它会被放在聊天列表靠下的位置，眼不见心不烦。微信提现是需要手续费的，当你打开微信支付有优惠小程序，可以在这里兑换提现券，就能不要手续费提现了。电脑微信现在收到文件默认权限是只读，不过可以在设置中把它修改为可编辑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我是玄灵99，我们下次再见吧。